终于啊！大家敲完我们开箱的石头旗舰系列扫拖机器人终于更新啦！石头的国际版机种一直是我觉得在产品更新节奏上相对稳定的一个系列，不会刻意抢快，但是在旗舰产品上又总能端出新东西、新想法，并且在接下来一整年持续保有竞争力，这真的不简单啊！也是我对历代石头产品最直接的影响。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终于啊！石头的旗舰全能扫拖机器人在隔了将近1年之后终于更新了，并且一次就是直接推出2个版本。在我左手边的就是这次石头最新的 S8 Max V Ultra， 而在我右手边的，它也是石头 S8 Max V Ultra， 但是水立方的版本。两者唯一的差别是左边的这台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水箱版本，你可以把干净的水加进这个水箱，而脏水会自动回收到污水箱里，你再把这个脏水拿去倒就好了。而这次特别的地方是石头连上下水的水立方版本也同步引进了，机器后面就已经留好了水线，安装也不难，概念就跟洗衣机一样，把干净的水送进来，把脏水自动排出去。你看它的配件包，主要除了一个3通让你把水分出来之外，就只有固定水管用的，以及一大卷水管，把水线接上即可，电机已经在机身内了。喜欢 DIY 的朋友真的没什么难度，反而真正的难点是环境。如果家里最近正在装潢的朋友，可以的话，真的建议留个位置，然后留个水线给全能扫拖。只要你的环境允许，现在买扫地机，我一律推荐直上上下水版本，可以最大化的解放双手。并且你看看 S8 Max V Ultra 水立方这个精美的体积，会是目前台湾年能买到体积最小的全能扫拖机座。依照惯例，先来整理石头 S8 Max V Ultra 的主要亮点。首先，在基础规格上就非常猛了，这次直接来到了1万帕的超大吸力，扫地机器人破万帕的吸力时代正式来临。拖地则同样采用有一票用户所喜欢，每秒可达4000次的声波震动拖地模组。而在石头拿手的臂杖上，这次的 AI 可以透过视觉辨识的物件也提升到了73个。机器人也会根据不同的障碍物给出对应的闪避策略，例如玩偶就可以贴近一点，甚至把它推开清扫。但是遇到宠物便便的时候，就会自动闪远一点，完全不要碰到。并且不只是机器人看得到，在侦测到物体之后，你也能直接在地图上看到它避开了什么障碍物。并且机器人上也有补光模组，所以就算是关灯之下，视觉辨识模组同样可以运作，不受影响。最大的重点在这里，这次石头之所以在宣传上叫做极致贴墙 AI 旗舰扫拖机皇，就是在扫地和拖地上，石头都有推出对应的解决方案。先说扫地，石头加入了 AI 仿生动态伸缩机械臂的设计，现在遇到90度墙角的时候，这只伸缩手臂就会马上伸出来，深入墙角清洁，最高可以达到100%的墙角覆盖。并且系统在侦测到重污染的时候，也会自动把边刷转速从130转提升到330转，将碎屑从边角带出来。不过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这只手收在遇到柜子下方缝隙的时候，也会自动声音去打扫，这非常实用啊。而在拖地上，石头则加入了极致贴墙的圆形贴边小摩托，如此一来，就可以在保留平板拖布的设计之下，同样达成贴边拖地的功能。并且 S8 Max V Ultra 也继承了石头好用的抬升系统，扫地用的主刷以及拖地模组都有抬升设计。当你选择纯拖地的时候，动态升降设计的双主刷就会自动抬升，不接触地板，避免污染留下痕迹，也能避免弄湿洞口吸到湿垃圾，拖地更加安静。而遇到地毯的时候，屁屁的拖地模组就会自动抬升20mm， 并且这个小拖布也会一起抬升哦，细节有顾到。而当机器人扫完地回家的时候，主刷和拖布都会一起抬升，避免2次污染。而看到基站部分，这次也是10合1的全能基站，包括拥有自动集成、自动帮扫地机器人的水箱补水。再来，我们上热成像，没错，这次 S8 Max V 的基座也支援了最高60度的热水洗拖布。App 里面有60度、50度、常温3档可以选择，并且无需上下水模组，基站就直接内建了自动投入清洁剂的功能。清水箱里面更是有 FOF 抑制水垢模组，给个好评。再来，基站也有60度的双风道自动热风烘干。双风道的意思就是基座会烘干拖布，也会烘干基座。基座本体也支援了自动清洁，刮条模组会把脏污集中到右侧的排水模组，有空把上面的大残渣倒掉即可。并且 S8 Max V Ultra 也支援自动复洗复拖的功能，也就是系统侦测到地板太脏的时候，重污染区也会自动拖地2次。并且回家的时候也会用热水洗2次拖布，
对有小孩、毛小孩的家庭来说非常实用啊。最后 S8 Max V Ultra 也是首款获得德国母婴级认证的扫地机器人。看完规格，石头这次的 S8 Max V Ultra 真的可以说是一台规格堆好堆满的机器，没有明显的弱项。你看，光是要把重点讲完，就花上了不少时间啊。不过在邦尼的频道到底有多强，实测才是最准的。我们也就不废话，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把再次更新的15项地狱测试全部请出来，测试全程录影，结果摆在眼前，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不过也是真的测到天荒地老啊，但是很精彩哦。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咯。对了，邦尼扫地机器人社团会专注在台版扫地机器人的选购和心得上，目前已经有12000位版友加入了，所以不管你是要买、想买还是已经买，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或是直接看资讯栏或置顶留言就有连结咯。我们还是先从基础效能看起。石头 S8 Max V Ultra 本体采用了主流圆形设计，搭配 LDS 定位的机种，包含 LDS 模组的厚度上，经过我们实测大约是 10.38 公分。本体配有成盒以及内建水箱，水箱在基座内也会自动补水，所以你完全不用管它，拖布就会自动保持恒湿。上盖采用了磁吸设计，不过现在都是自动集成了，所以基本上你也不太需要打开盖子。反过来看，最特别的地方就是针对贴边设计的伸缩边刷模组，在遇到墙角的时候，就会自动伸出来，把灰尘带出墙角吸走。并且眼尖的朋友应该有发现了，石头这次采用的是比较长的边刷，应该也是为了把墙角的灰尘带出来。不过长边刷就会绑定着高转速下容易喷飞的问题，这个我们实测环节见真章。比较实用的是，你可以在 App 里面的 AI 实验室找到深入缝隙清洁的选项，打开来后，如果遇到像是电视柜下面的缝隙，机器人就会把手臂深入清扫。当然，如果你是比较求稳的朋友，你也可以在系统里把伸缩边刷的功能完全关闭，但我觉得是没必要啦，因为经过我们实测，石头这套伸缩边刷的演算法还是比较稳的。当墙壁旁边有电线的时候，它就不会手贱的故意把手伸出去。不过这组边刷在更换的时候就需要拧开螺丝才能取下了，但密封性上也会来得更好。接着往下看，石头 S8 Max V Ultra 同样采用了经典双主刷的设计，标配胶刷。好处是头发不会缠绕，它就是在外面一圈，轻轻一推就整个下来了。不过在运作的时候，因为胶刷需要依靠摩擦力把灰尘带起来，所以运作时摩擦的声音还是比较明显。不过石头这组胶刷应该有针对公差和降噪最佳化，以胶刷来说已经是相对安静的机种了，并且主刷也有动态升降的设计。当你在 App 里面选择纯拖地模式的时候，整个主刷模组就会往上锁定，不会碰到地面。而在拖地模组上，采用的是大家熟悉的石头声波平板拖地模组，每秒可以达到4000次的来回震动。特别的地方是，石头在侧边加入一组每秒185转的小拖布，并且基座也有一整个独立的排水道，可以帮这组小拖布打湿和清洗。看它在基座里面转，也蛮疗愈的。也因为有了这组拖布的加入，石头可以在保留平板拖布设计的同时，达到极致贴墙。我觉得对那些比较保守小心的朋友来说，这个设计也比伸缩手臂稳定。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究竟旋转拖布和平板拖布哪个更干净？在我们的实测上，平板震动和旋转拖布其实遇到这种风干酱油污渍的大魔王，都是可以拖得非常干净的。影响项会是拖布的材质、震动旋转的速度以及水量，总之都可以做到干净，主要是看你们家地面的材料。例如平板拖布就比较适合平面的地面，但如果你们家的地板有比较多的凹凸不平的纹路，那我会建议你选择旋转拖地的机种，像是石头自家就有 Q Revo Max V 这类的机种。如果是瓷砖、石材这类的平面地板，那就完全没差了。好，看回来，这个新增的贴墙小摩托是真的非常贴边啊，因为拖布本身是有弹性的，所以它几乎可以紧贴墙壁拖地，贴墙距离达到 1.68mm。并且石头的贴墙路径也是比较稳的，所以是真的贴边。这个 idea 是真的好啊！在遇到90度转角的时候，表现也会比一般平板拖布多出小拖布的一小条。另外，这整组拖布包括这个圆形的小摩托，都是具有抬升功能的，所以在 App 里面也可以选择纯扫地、纯拖地，或是先扫后拖的清扫方式。并且机器人在遇到短毛地毯的时候，也会自动抬升拖布，尽量避免污染。
还有一个很棒的功能是，如果家里是有地毯的朋友 ，App 这3个选项一定要开启，包括地毯增压，系统就会在遇到地毯的时候自动把吸力加大，这样更容易把灰尘从地毯缝隙里吸出来。第二个是地毯2次清洁，意思是地毯区块就会自动吸2次。最后这个最重要，叫做先扫地毯，也就是在你建立好地图之后 ，S8 Max V Ultra 之后的扫拖任务就会在沾湿拖布之前就先上到地毯强力吸地，把地毯吸完之后再把拖布沾湿再去拖地。此外，这组震动拖布在 App 中也提供了4档的调节选项。在我们的实测当中，我建议最少选择日常擦这个选项。如果有毛小孩、小朋友的家庭，最少选强力擦，会比较能把隔夜的污渍清干净，最高可以选到极强擦。不过这时候水量会比较高，比较容易留下水渍，没特别需求可以不用选到这个模式，并且在这个模式下，震动拖布模组的声音也会比较大一点。这边也提供4档之下的噪音实测表格让大家参考。如果人在家的时候打扫，强力擦应该是大家接受范围的极限。如果平常都是设定定时，人不在的时候打扫，那你就直接选极强也没差。另外建议大家可以在 App 里面打开自动脏污复拖，如果地板上有残留的隔夜污渍，系统就会自动来回再拖一次。我们这边也直接实测，现在地板上有一片快干掉的酱油污渍，然后我们开始 S8 Max V Ultra 出动了。你看镜头看到污渍的时候 ，App 上面这边马上跳出水脏污的提示，接下来它就会开始避开脏污，先扫旁边。然后到了脏污的地方，你听，它自动把吸尘模组关闭，并且把底部的滚刷整个抬高，这样就不会吸到酱油了。再来，它在污渍的周围也会自动开启方格拖2次的功能，把脏污彻底擦干净。然后你看，它拖完之后会直接把屁股抬高，然后回家先把拖布洗干净，洗干净后再出发把剩下的地方扫拖干净。这就跟你自己拿拖布擦地板的逻辑完全相同。另外，我们这边换一个情境，倒一些面粉在地板上。你看 ，App 马上就辨识出来有粉末脏污。接着机器人过来的时候，就会自动把吸尘风力开到最高，然后同样吸2次。简单说，就是 AI 会自动判断最适合的打扫方式就对了。自从机器人有了 AI 辨识之后，真的越来越聪明了。另外，如果家里是木地板，就可以开启沿地板方向清洁，降低缝隙摩擦。不过开启后就只会有一个方向清洁了，无法做到漂亮的10字方格拖地。而在路径规划上，石头同样采用了 LDS 加 3D 结构光，再加上视觉辨识的方案，并且在车头的地方，石头也加上了一组补光灯。当你没有在开灯时，或是机器人到床底下清扫的时候，这组补光灯就会自动打开，让视觉辨识模组可以持续运作。这次可以侦测的物体也提升到了73个，并且你也可以在 App 当中的 AI 辨识避障打开实景照片的功能，如此一来，你就可以在地图上面看到 AI 拍下来的障碍物。在我们的实测当中，石头技能的 AI 辨识准确度还是蛮稳的，像是复杂场景的宠物便便、电线、鞋子、底座这类的物件都有成功辨识。不过，如果是一些奇怪的物体，像是狗狗的脚，又是狗狗的脚，它就只能辨识是障碍物了。狗狗真的是扫地机器人避障最大的敌人啊！好玩的地方是，石头甚至在 App 里面加入了宠物抓拍模式，机器人在清扫的过程中也会自动帮宠物抓拍。这个没什么用，但是我相信各位奴才们还是会打开的吧。甚至机器人还有寻找宠物的功能，瞬间变身成移动式宠物摄影机器人啊！另外，关于避障强度的选择，在 App 里面也有2档和关闭3个避障灵敏度可以调整。对了，视觉辨识模组本身并不需要记录，也不会记录家里的障碍物图资。S8 Max V Ultra 也有通过德国莱茵隐私安全认证，符合法规规定，所以如果没有开启实景功能，它就是即时辨识而已，不会记录下来哦。此外 ，S8 Max V Ultra 也支援了 Hello Rocky 语音助手的功能。不是在叫你啊，像是你可以跟他说 Hello Rocky， 我在打扫卧室。好的，开始选区清洁。Hello Rocky， 我在洗拖布。好的，开始回洗拖布。Hello Rocky， 我在不用打扫这里。好的，我马上离开目前区域。Hello Rocky， 我在回家。好的，结束目前任务，开始回充。
另外，石头 App 也支援第三方语音主力的绑定，包括 Google、Siri、Alexa 都可以。接着，我们看回基站。这次 S8 Max V Ultra 的水箱版基站同样不大，并且还有上下水版本可以选择。另外，在清水箱里也标配了 FOF 水垢抑制模组，银离子模组需要额外加装，但是有内建清洁液投入。补水箱就建议扫完就顺手倒掉，比较不会有异味。并且 S8 Max V Ultra 也加入了最高60度的热水洗拖布功能。当机器人回家洗拖布的时候，水温就会瞬间被加热到60度。透过红外线摄影机来看就很清楚了。拖布洗完还是热的，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朋友，热水洗拖布非常有用，亲身体验啊！另外，如果你是在扫厨房的朋友，可以在 App 里面把水温调低一档，这也是50度。就可以避免面粉在基站里面勾芡了。有一个小地方是，经过我们实测，热水洗主要是在主拖布的区域，小拖布呢就是常温水洗了。另外，拖布模式也有手动3档可以调整，我是推荐选择智慧即可。但如果是宠物家庭，狗狗有脚臭的话，建议选择深度会更干净。经过我们实测，日常档位的清洗时间大概是3分31秒，深度则是4分13秒。不过目前并没有进度条显示洗拖布的进度。但是可以打断清洗。底座同样支援热风烘干，可以在2到4小时当中进行调整。实测夏天3小时一定干，冬天或是比较潮湿，建议选择4小时。这组基座最棒的是内建了自动添加清洁液的模组，打开这个用卡扣固定的盖板就能看到。左边这边是自动集成模组，集成袋也有自动关闭的设计，满了拿出来就会自动关起来，然后整个袋子丢掉即可。右边这里就是添加清洁液的位置啦，只要把它填满，系统就会在洗拖布的时候依照比例自动添加。盒子是580ml， 官方数据是加一次可以用3个月，用完的时候 App 也会自动提示。最后一个重点，这次 S8 Max V Ultra 的吸力也大提升，达到惊人的10000帕。不过说真的，一般家庭5000到6000帕就非常够用了。10000帕主要是用在对付地毯、瓷砖缝隙这种更加有效。并且只有在纯扫地模式下才能解锁10000帕的 Max Plus 吸力。但是看到扫地机器人终于达到破10000帕，还是挺惊人的。续航上只是搭配5200毫安时的电池。同时 S8 Max V Ultra 这次在机身内同样有水箱设计，并且在基站内就会自动补水，你不用管它，拖地的时候就会自动出水保持湿润。出水量跟震动强度是绑定的，无法独立调整。App 里面也有回去洗拖布的频率调整。预设是15分钟，可以在10到25分之间选择。好，重点讲完，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到我们再度更新的全新15项实测环节。第一关，清洁力测试。我们准备了家里3个常见的打扫大魔王，分别是饼干碎屑、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总计30克的测试物，分别代表小脏污、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可以观察机器人是否可以扫起来、吸起来。圆形就是魔王嘛，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给喷飞。好，开始测试。可以看到 S8 Max V Ultra 的长边刷的确多少有颗粒物弹飞的问题，不过因为转速不是很高，所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加上机器人大多采用公字路线清扫，后面还有回收的机会，还是要看实测结果才准嘛。测试完成，我们最后来称重。S8 Max V Ultra 原本30克，最后回收达到29.17克，回收比例达到97.23%，也是目前旗舰机器人第一梯队的表现。不过颗粒物的确受到长边刷的影响。第2关，来到石头这次的重点项目——角落清洁测试。我们同样控制了10克的饼干碎屑，平均的铺在墙角测试。可以看到 S8 Max V Ultra 在经过墙角的时候，手伸出来了。画面上可以看到，在遇到大面积脏物的时候 ，S8 Max V Ultra 会刻意停留一下，把边刷伸出来，接着提高转速，把碎屑尽量喷出来，这样后面就可以把脏污回收。不过这边也可以看到，因为 S8 Max V Ultra 的吸尘口在机身中间，像前侧的碎屑会有遗落的问题。经过我们实测，原本10克的饼干屑回来的有8.26克，回收比例达到82.6%。80%大概是什么表现呢？对比我们资料库当中常规圆形机种回来的量，大多都只有60%左右。
方形机种则是可以达到9成以上。所以作为圆形机种，有伸缩边刷还是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是目前边缘清扫表现最好的圆形机种。不过伸缩边刷有一个天生优势，就是常态圆形机种，不管你扫几次，永远就是在6成左右，因为它再怎么扫，死角就是扫不到。但是伸缩边刷并不是永远只有8成哦，在我们实测当中，第一次扫可以回收 82.6%， 第二次就可以回收到 95.4% 了，只剩下一小条封到死角的残留。但是当你扫第3次的回收率，就可以达到 98.8%， 几乎全部都回来了。这也是伸缩边刷相当起固定边刷的优势。第3关，测扫加拖的时间。在我们的测试空间来说，圆形机种常态大约是8分钟左右的时间。S8 Max V Ultra 总时长8分21秒。你看准不准？速度就是常规圆形机种的表现，无需担心。不过惊喜的地方在这里 ，S8 Max V Ultra 这个8分钟，实际上它是预设方格扫拖，并且边缘也会扫2次，所以8分钟是扫2次的速度啊。如果强制用简单路径只扫1次的话，其实只要3分36秒。所以 S8 Max V Ultra 并不是常规表现，而是扫拖速度超快啊，快到小空间它预设是扫2次了，适合大坪数的朋友。第4关，同样测扫加拖的时间，但是我们关灯。在预设扫2次之下 ，S8 Max V Ultra 实测结果9分13秒，略比开灯时多了 10% 的清扫时间。第5关，测纯扫地。同样是预设扫2次，开灯之下 ，S8 Max V Ultra 结果是8分1秒。第6关，头发缠绕测试。我们这边都是给1克的头发，不要小看1克哦，1克其实超级多的。可以看到 S8 Max V Ultra 采用的是全胶刷的设计，所以也没有头发缠绕的问题，轻轻一推就整个下来了，并且小细节也有到位哦。这个滚刷模组旁边的卡榫也都可以拆下来清洁。另外边刷也有密封设计，我拆下来给大家看比较清楚。你看毛发是没有进去的，所以日常清洁就是稍微剥掉外围毛发即可。另外有一个小细节是，石头在主刷罩边缘加入了隐藏式刀片的设计，可以避免毛发缠绕，也不会有刮伤地板的问题。第7关，障碍物测试。石头的避障我是不太担心啦，先前的体验基本上就是自由身的表现。先看开灯，石头的清扫策略同样是先把边缘扫一遍，画出清扫区域。这个时候也把墙角和边缘都扫过一遍了，并且也会在家具边角停留，来回清扫。接着再把中间走工字形路线填满。也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S8 Max V Ultra 有了 AI 辨识物件加入之后，石头其实不太怕去碰触可以碰触的东西，像是娃娃，它就直接推开一点清扫。但它无法辨识这个圆柱体物件，它就采取小心的策略，没有撞开，而是精准的转了一圈。很明显可以看到有风险的物件，像是容易缠绕的延长线、宠物便便，尤其是宠物便便 ，S8 Max V Ultra 非常保守，离超远的。但这个策略也是对的，宠物便便通常旁边会再滴个2滴，隔远一点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不过还是要提醒啊，千万不要相信任何宠物便便避开的功能，非常吃角度和形状啊。第8关，避障我们关灯再测一次。喜欢看红外线画面的朋友，这 part 也可以一起来观察 S8 Max V Ultra 的 LDS 和 3D 结构光的表现。基本上路径与开灯非常相近，但略微不同的地方是，在关灯之下就什么都没碰到了，全部采用精准的避障方式，尤其是延长线部分几乎是贴着边，但没有碰到。不过便便就有点危险啊，在关灯之下 App 就没有成功辨识出这是便便，机器人就只能把它当成一般的障碍物避开。所以可以看到，机器人明显更贴近便便清扫。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不要100%相信任何一家便便避障的功能，很吃环境和形状因素。第9关，我们来实测拖地的魔王关。这种风干好几天的酱油渍也是 OK 没问题。石头的平板拖布也是好几代了，干净度我不担心。
并且 App 里面也有智慧附托的选项可以开启，遇到脏污就会自动附托2次。这边也加测基站洗拖布的噪音落在最高60分贝左右。第10关噪音测试，我们说过只管吸力不管噪音的设计就是在耍流氓。这边直接上表格 ，S8 Max V Ultra 在安静模式下是62分贝，开到最高则是会达到72.5分贝。哇，10000%是真的不容小觑，这个声音是真的有感，建议还是出门放着扫再选到这么强。不过其实也真的没必要全程大吸力啦，让系统判断即可。另外全程大吸力也会加速电池寿命减损，日常第3档就非常够用了。第11关续航，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S8 Max V Ultra 在预设的2次清扫之下，可以完成14次的清扫，也就是大约180分钟的清扫时间。如果都只扫1次的话，可以连续扫拖大约27次，大频数也够用。充电测试 ，S8 Max V Ultra 从15%开始充电，大约耗时3小时13分完全充满。以扫拖机器人来说，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了。并且在 App 里面也可以设定离峰时间充电的功能。如果是精打细算的朋友，这个功能很实用啊。第12关拖布清洁测试，我们就直接魔王关就好了。我们把抹布泡在酱油加酱油膏的污水中。这是 Before 原本干净的拖布，接着是 After 脏掉的拖布。接着我们让机器人用60度的热水清洗，自动清洁完成。结果出炉，大家就直接看图。结果 OK。第13关基座集成测试，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加上塞半满的狗毛，开始集成。来看结果 ，S8 Max V Ultra 的集成也 OK， 没问题，非常干净。有宠物的家庭则建议把集成频率改成高频。最近又要到换毛季了。第14关地毯，短毛地毯一定 OK， 我就不多测了，直接来测中长毛地毯。OK， 画面上也可以看到拖布抬升成功启动，整个拖地模组抬高就有吸尘功能运作。接着测长毛地毯，它辨识到了长毛，它就不会印上去，就会在边缘绕。另外，如果你希望它完全不要上地毯，那也 OK， 系统选择规避地毯即可。另外，如果你的地垫是可以脱湿的，你也可以选择无湿地毯，它就会照常在上面拖地。最后一关第15关乐章测试，官方标示乐章高度为2公分，我们就直接来实测吧。实测 S8 Max V Ultra 1公分的坎 OK，2公分也很轻松，没问题，闯关成功。并且我们是直接测试拖布模式下的乐章啊，也没问题。如果大家家里的门槛比较高，我会建议直接买扫地机器人专用的门槛辅助垫，会更稳定有效。另外，我们也实测 IKEA 的躺椅，实测没有卡住，过关。好，15项测试结束。整体来说 ，S8 Max V Ultra 印象最深的2点，第一就是伸缩机械臂，相较起过往的圆形机种，大约60%的回收率，伸缩边刷的确是非常有效提升覆盖率的设计，并且相较起固定设计永远是60%，S8 Max V Ultra 也可以透过之后的清扫把边缘脏污几乎带出来。不过相较起边缘，我自己比较有感的是伸缩边刷可以伸到柜子下方缝隙转角的设计，这个真的好用。有一次我经过电视柜前面，想说，这条缝隙不是有毛吗？才突然想起来，对了，昨天机器人有扫过了，对有毛小孩的家庭来说，真的非常好用。不过因为这个功能还在实验室当中，所以比较看环境去做伸缩，加上手臂伸出的方向是向前伸展，幅度也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像我另一个电视柜的缝隙比较深，它就只能扫到比较边缘的部分。但目前体验下来，只要有成功触发，对付缝隙死角的灰尘毛发真的好用。另一方面 ，S8 Max V Ultra 的功能也非常完整，抬升拖地模组连小拖布也会抬升，主刷也会抬升，也会自动附拖，基站的集成、清洗、烘干也都在水准上，
并且也内建了自动添加清洁剂的设计。整体来说，石头 S8 Max V Ultra 就是一台功能很全，该有的都有，规格也都是第一梯队，实战表现也很有料的机器人。并且如果你喜欢石头 App 非常细节的功能的话，那也是一大加分项。同时破万帕的大吸力，表现良好的 AI 臂杖、伸缩机械臂、贴边小拖布，这几个功能对于有宠物、有小孩的家庭来说，都是非常有效提升清洁覆盖和使用体验的亮点功能。如果要说改善和期待的话，主要有2个，一个是感觉石头后续可以再针对边角如果大面积颗粒物的情境去调整机线的停留时间。另外一个的话，我自己很期待石头能赶快带来伸缩手臂加伸缩边刷的功能，对于喜欢旋转拖布的朋友也会多一个选择。最后的时间带大家看一下 App 功能的重点。S8 Max V Ultra 同样是使用 Robot Rock 的 App， 一个 App 就支援多台绑定，像是现在就是 S8 Max V Ultra， 再滑过来就是我之前买的 Diet Pro Combo， 你也可以把机器人共用给家人使用。然后石头 App 的功能和特效也是做的比较完整的，这次在主选单上就可以看到圈域、选区，例如选卧室 A、卧室 B， 画区也就是可以手动框你要的打扫范围，以及智慧托管，帮 AI 智慧判断，它会自动调整清扫模式和次数。地图功能上有单楼层和多楼层可以选，多楼层模式下最多可以记忆4张地图，因为有快速建立地图的功能，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地图建立完成之后，你就可以在地图上加上禁区、分割空间，或是合并空间。你可以帮每个房间命名，之后就可以透过 Hello Rocky 去清扫不同房间咯。然后因为拖布有抬升的功能嘛，所以你可以选择纯扫、纯拖，或是边扫边拖，甚至先扫后拖也可以。也可以客制化，房间扫1次，客厅扫2次，厨房只拖不扫等等。最后是基站这个选单，你可以手动集成、开始或结束烘干，手动清洗拖布。清洗的同时，基座也会执行自动清洁。另外，因为底座有自清洁的设计，所以底盘就没有拆出来的设计咯。日常维护不是太脏的话，只要把右侧这个过滤槽上面的脏污倒掉，水洗一下即可，毛发几乎都被过滤出来了。如果有需要的话，中间这个清洁滚刷也可以拆下来清洗。最后，2台机器人的尺寸我会直接帮大家量好，打出来在这里。我都会帮大家多抓1公分左右的公差，要做柜子的直接参考即可。这边也提供水箱的高度，不过因为石头的水箱是有手把的，所以柜子的高度就是基座本体加水箱高度加手把高度，再加5公分会比较充裕。好，节目来到了尾声，又是一则破万字的超长扫地机器人评测，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如果还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也记得加入帮你的扫地机器人社团。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想要知道的问题，都欢迎一起在上面讨论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帮你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